我与妹妹是一体双魂，她温婉可人，善解人意，而我心思缜密，行事凌厉，父母忧心我们难以并存，寻访的当朝国师将我的魂石暂时封存。女儿啊，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我有3个要求：给予妹妹足够的自由，将我的人手财产尽数给予妹妹，不要让妹妹知道真相，只说是我到了时间消失了。好，我们都答应你。谁能不爱美好的事物呢？就连我这样的人，也免不了对妹妹心生疼爱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妹妹一世无忧，直到……大小姐，夫人让你在水里泡足2个时辰，这才1分钟，你怎么就受不了了？堂堂沈家嫡女，这般模样，实在有失体面。是啊，不过一枚玉佩而已，大小姐何必这般执拗，半点没有嫡女的气度。她素来沉默寡言，性子沉闷，哪比得上明珠小姐和善可亲？也难怪袁家公子改变心意，不愿再来提亲。明珠是什么人？也配和我的明月相比？还有，你真是出息了！我给你留了那么多人和钱，你怎么还能被个外人欺负成这个样子？明月，难不成是睡下了，还是昏过去了？放开我！竟敢对我动手！我可是明珠小姐的人！若不是手中没有趁手的东西，我定要让他知道对我动手的代价。再肆意喧哗吵闹，接下来可就不会只是吓唬你了，你会闭嘴的，对吗？小姐们饶命！大小姐饶命！奴婢也是听从明珠小姐和夫人的命令，不干奴婢的事。明珠小姐，府中何时来了这么一位人物？还有，和我定下盟约的袁家小子，又变心到谁那里了？明珠小姐，明珠是府中的表小姐。沈家主母是个孤女，哪来的表小姐？我知道你在等人来救你，不妨猜猜，是他们来得快，还是我动手更快？夫人上香遇到贼人，是表小姐救了她。夫人说看他有缘，就将他带回沈府，对外换称是表小姐。那袁家小郎呢？夫人说，明月小姐整天苦着一张脸，就算嫁到袁家也不会被人重视，还不如让明珠小姐嫁过去，更能给沈家带来利益。这事儿老爷也知道，是他拍板定下来的。好，沈家那2个人趁我沉睡，竟是这样对待明月的。那位表小姐现在在哪里？明月阁。我想过她日子会过得不好，但从来没想过她连自己的院子也没保住。沈明月，你胆子真是越发大了，欺负明珠就罢了，如今连夫人的话也不听了吗？是母亲身边的秦嬷嬷，当年就是她献出的招，用明月来威胁我，让我主动沉睡，如今竟还敢主动找上门来。跟你说话呢，你莫不是聋了？要我说，大小姐还是别倔了，不过是一个劣质的玉佩，也值得宝贝似的藏着。那位如今可不在了，没有人能护住你了。这样吗？那是当然。那不如秦嬷嬷教教我，我该怎么在豺狼遍地的沈府生活？嬷嬷，大小姐性情大变，她还扬言要处置奴婢，连明珠小姐也不放在眼里了。大小姐，你是明月小姐还是大小姐？明月小姐不就是大小姐吗？嬷嬷看我像谁呢？明月小姐别开玩笑了，这笑话可一点都不好笑。若是不想受罚，我帮你去和夫人说就是了，何必装出这样呢？哦，这样吗？原来还可以不受罚。那秦嬷嬷可要好好帮我说说，别又惹了母亲不开心。那奴婢现在就去。去吧。嬷嬷留步。大小姐饶命！我送给明月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你头顶？是明珠小姐赏的。我的东西，她有什么资格赏？你依仗旁人作威作福，
若是根基倾覆，你的家人也难免受到牵连，这笔账你可要算清楚。夫人说明月小姐不出门，不需要那么多首饰衣服，让我们都拿去给了明珠小姐。那明月阁呢？后来东西太多，夫人就让2位小姐换了住处，但明珠小姐不愿意将自己的院做给人，就让明月小姐搬去七七院。明月阁是我费了6年给明月打造的暖阁，而七七院是整个沈家最荒凉的院子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你离开的第2个月。许久不见嬷嬷，一时情绪激动，还望莫怪。都是奴婢不好，是我行事失当。那嬷嬷下次要当心啊。奴婢晓得了。不必遮掩，直接去见夫人，告诉她我回来了，好吗？奴婢这就去告诉夫人。去吧，别忘了把明珠小姐赏的东西悉数归还。我不喜欢我的东西落在旁人手里。这丫头行事张狂，便去自省吧。就在池中待够4个时辰，一息都不能少。大小姐，4个时辰实在熬不住啊！你抬脚欺辱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几分情面？饶是我向来冷心冷肺，这时候也忍不住心里一酸。我留下的那群人呢？都被明月小姐送走了。她疯了吗？自打明珠小姐来了以后，动辄就打骂您留下来的那些下人。小桃红忠心护主，顶撞了几次，后来就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明月小姐也是不得已。你以后就跟着我吧。真的吗，小姐？你是怎么分别出我和明月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能看得出。边境有些事，你带我去处理一下。可是没什么可是，让你去你就去。遵命。当初我让他去边境，可没想到他会偷跑回来，还因为保护我丢了性命。在哪里发现的？明月阁，现在叫明珠阁。去把我的人都喊回来，3个时辰，我要所有还活着的人都出现在这里。明月，小桃红，这个世界上真心盼着我安好的人又少了一个。不过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我不在这些年，母亲是越发没有规矩。明月姐姐，你怎么可以对母亲如此不敬？那你来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当然是跪下来给母亲请罪。你打骂我的丫鬟，还冲撞嬷嬷，就不怕外人议论，将你流放千里吗？那你觉得我该如何道歉呢？跪下磕头，会不会太轻了？不，当然太轻了。母亲今日怎么如此畏缩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，明月不肯交出玉佩，就再也容不下他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母亲，快处置他！他身边无人，今日正是机会。对，尽管动手，正好让所有人都知晓你暗中给沈大人下药的旧事，会不会被公之于众？赌一下你的出身能否经得起众人推敲，再赌一赌老爷在外的诸多不堪之事。一旦败露，整个沈家都会受到牵连。母亲，别听他的，他只是在吓唬你。母亲，别再犹豫了，机会难得。母亲，我再给你好好算算。你以为拿捏旁人的把柄就万无一失？你以为我当年留下的人手眼线真的都消失了？母亲不妨想一想，老爷那些勾当一旦摆上台面，会是什么下场？你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，当真干干净净的？你们执意要与我作对，我便奉陪到底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最后遭殃的会是整个沈家。母亲，别犹豫了。我数3声，3声之内做出选择，3声之后再无转圜余地。母亲，动手了！母亲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闭嘴！你
现在抽身退市，我们就彻底一无所有了。你明明清楚那玉佩的价值，怎能说放弃就放弃？我叫你闭嘴！明月，是母亲对不住你，我愿意把所有东西都还给你，只求你高抬贵手。母亲，你竟然要抛下我，你当真要不管我了？我真的知错了。知错？可在我看来，仅仅一句认错，远远不够。母亲，离开了你，我在神府寸步难行。当年你把我带回府，明明答应过会护我周全。明珠，你松手吧。我不松，你今日执意投靠他，我就把你这些年做的所有龌龊事全都抖出去，大不了大家一起身败名裂。都安静些吧，吵吵闹闹不成体统。既然犯了错，往后便谨言慎行，管住自己的口舌，莫要再滋生是非。你打算如何处置我们？我自有安排。母亲，事已至此，你便安分认错，或许还能求得一线生机。明珠，连你也这般对我？是你先打算舍弃我的，如今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事到如今，你我都没有退路可言。大小姐，明珠知罪。小桃红的死，从始至终都不是我的主意，幕后主使是夫人，是她在暗中筹谋，借我的名义动手。她盘算着除掉小桃红，遣散你身边的人手，同时拿捏把柄，彻底掌控整座神府。助纣为虐，犯下的过错总要一一清算。雅奴，带人进来，把他带去偏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是。从我被带入神府的那天起，便早已料到会有今日。明珠阁内物件皆在，未有损毁，可随时迁回。明珠阁即日起恢复原名明月阁，把里面的物件尽数迁回原处。老爷，府中近来变故颇多，大小姐下令正在重整各处院落。老爷回府啦！来了。老爷，府中这几日出了些变故，夫人那边财物都在吗？东西都在搬动。府里出了什么事？老爷进去便知。是你，你竟然回来了！怎么，许久未见，父亲就不认得我了？事到如今，我无话可说。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。明月温婉良善，从未与人结怨，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，还要纵容明珠一次次作恶，刻意针对？容不下他的从来不是旁人，是我自己。你天赋卓绝，才华惊世，不管是智谋能力还是眼界，样样都远胜过我。身为一家之主，却被自家晚辈压过一头，这是我一辈子都越不过去坎儿。所以你纵容明珠，纵容神母，只为了压制他。是。你与母亲素来面和心不和，为何能联手针对我？我与你母亲成婚多年，表面相敬如宾，心底各有算计。她同样忌惮你的能力，生怕大权旁落，我们二人一拍即合。那丫头锋芒太盛，再任由她发展，你我早晚都会被架空。我心中也一直忧虑，不如联手一步步磨去她的锐气，将她困在方寸之间。我们知晓你妹妹性子柔软，便一步步设局刁难，又默许明珠入住明月阁，任由她肆意妄为。为了权力地位，你们夫妻联手构陷，把旁人都当成棋子。事到如今，多说无益，我犯下过错，只求你网开一面。你苦心经营半生，如今兵权、财权、人心尽失。明月，我可是你父亲啊！往日巧言令色，惹出无数是非。今日起，好好学着安分守己。将他带去僻静别院单独看管，关闭院门，禁止任何人与他交谈。一日3餐照常供给，其余时间闭门思过。袁家送来的。神府内乱未平，他们倒来得挺快。当年那纸婚约不过是看中神府家底，如今见沈家动荡，便想着趁火打劫。使者在门外候着，是否要见？不见，联合带物扔了。顺带让人告诉那使者，
婚约一事，往后不必再提。明月，你还在吗？出来见见我。你明明一直在，为何始终不肯现身？那些苦楚，你为何要独自扛下？田地共计32顷，租子按时收缴，账目清晰，未有短缺。城中商铺11间皆在，只是今年府中变故，部分掌柜人心浮动。暗中培养的人手，如今正陆续召集归位，估摸再有数日，可全数到齐。所有产业统一收拢，专人分区看管，账目每日核对，不得有半点疏后。是。人心凤动的掌柜，给3日时间想清楚，留下的好好当差，想走的结清银子放人，不强留。属下明白。让开！我们是沈家族人，凭什么拦着我们？如今府中大变，家主失势，这家产凭什么让一个人独占？旁派也该分一分。今日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赖在这儿不走。大小姐，我们也是沈家血脉，于情于理，这产业分配总该有我们旁支的份儿吧？沈府家业乃初代先祖与我一脉苦心经营，尔等平日坐享其成，如今见局势动荡，便想来趁火打劫。我们不过是来问个说法，大小姐何必说的这般难听？够了，安分守己，往日奋力一分不少。若执意寻衅滋事，休怪我不念同族情分。今日之事，消息怕是压不住，不出3日便会传遍各方。传出去也好，往后之路步步皆险，但我既已归来，便会守住所有一切。来者何人？登门何事？袁衡求见沈家大小姐。小姐，袁家公子袁衡登门。让他进来。沈家大小姐，别来无恙。袁公子亲自登门，倒是稀奇。上回府里来的还只是个使者。上回的事是袁家失礼，我今日登门，一是致歉，二是什么？想亲口问大小姐，当年那纸婚约是否还有商议的余地？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如实回答我。大小姐，请问，当年婚约易主，你知情吗？知情。那就没什么好商议的了。大小姐，当年是我袁家失信在先，可如今……袁公子，你知情却没有来问过他一声。当年那人等了多久，你心里清楚吗？婚约的事到此为止，袁公子请回吧。袁衡已离府，其随从在门外等候时，曾与一名路过陌生人短暂交谈，形迹可疑。盯着，看他接下来联络什么人，有动静随时来报。他知情，却没有来问过你一声。这笔账算在袁家头上。何事？大小姐，奴婢方才听见几个丫鬟在私下议论，说大小姐当年是因为性情怪异，行事不近人灵，才被家中长辈请人压制。如今归来，不过是趁着府中无人管束才得势。你是从哪里听见的？东厢廊下说话的是2个粗使丫鬟，奴婢不认识，像是新调过来的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流言散得快，今日东乡，明日就能传遍全府。流言不是凭空来的，去查，看这话从哪里起的头，谁在背后嚼舌根，顺藤摸瓜，把源头给我找出来。是有人托人带话给我们，说若是能把这话散出去，便有赏钱拿。我们不知道这话不能说，带话的人说这不过是府里早就传开的旧话，我们以为没什么要紧。2名丫鬟是受人指使散布流言，指使他们的人是府中一名跑腿仆役，此人是沈母身边的人。关着，竟还能伸出手来，把那个仆役单独押起来，不必审，先关着。要不要连沈母一并处置？不急，他越动，我越清楚他手里还剩什么，让他动，盯着就行。今日你也没有动静，你撑了那么多年，如今却越来越虚弱，我却没有办法。
沈家如今这局面，谁也说不准能撑多，今何必把自己绑死在一条船上？此事，容我再想想。掌柜是聪明人，不会看不清楚的。袁家近几日开始暗中接触沈家外围几处商铺的掌柜，以高价利诱，试图挖走人手。目前已知有3处商铺被接触，其中1名掌柜态度暧昧，未有明确回绝。哪间铺子？城东布庄，掌柜姓孟，入行10余年，为人精明，近来收益缩减，本就人心疲浮。他们倒是挑得准。是否即刻处置那名掌柜？不急，表面一切如常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各处铺子照常运作，让那掌柜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暗中加派人手，盯住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，记录往来，一笔一笔留着。他们伸进来多少，往后就原样还回去。大小姐今日亲自登门，是有何吩咐？孟掌柜在这铺子多少年了？回大小姐，14年了。14年啊？那这铺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？孟掌柜心里清楚吗？是府中变故之后，货源有些周转不畅，加上有人趁乱递了橄榄枝过来，孟掌柜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是吗？我今日来不是兴师问罪的，我来问孟掌柜一句话，那边给的比我这边多多少？大小姐，说个数。3成。货源周转的问题，3日内我派人来重新梳理，往后布庄的货款结算，提前10天拨付，3成的差额我补上。但孟掌柜要记清楚一件事，袁家要的是沈家的路子，不是你这个人。等路子到手，你值几两银子，心里该有数。大小姐放心，孟某明白了。那东西退回去吧。你也听说了，沈家大小姐性情怪异，行事无常，几间铺子的账目也乱得很。这话从哪里传出来的，说不准，但经历好几处都有人在讲。先缓一缓吧，这当口和沈家签契，万一出了岔子，损失算谁的？禀大小姐，昨日城中3家客商传来消息，说近来经理流言四起，都在说沈家账目混乱，人心涣散。几家原本谈好的合作，如今都在观望。布庄那边昨日来客少了3成，茶楼的进货商也派人来说，想再等等看。流言从哪个方向传来的？查清楚了吗？大致是从城北几处茶楼散开的，说话的人身份杂，追不到源头。不必追源头，我知道是谁。备车，去同和行。大小姐，今日您亲自来是要……林掌柜，沈家与同和行合作多少年了？整20年。这20年，账目可有过一笔差错，货品可有过一次短缺？从未有过。那便劳烦林掌柜今日在这里说一句实话。诸位，老朽林某在京中做了40年买卖，与沈家合作20年，账目清晰，从无拖欠，从无窜缺。外头那些话，老朽只当没听见，诸位自己掂量。20年的往来账目，白纸黑字，诸位若有疑虑，可自行查验。这账目清得很，哪里乱了？林掌柜的信誉摆在这里，他开口总不会错。沈家若是真有问题，林掌柜就不会站出来说话。多谢。大小姐行事，老朽看在眼里，这是应当的。同和行的林掌柜当街开口了，还把账册摆出来给人看。那边的客商已经有人重新递消息过来要续约了。这沈家小姐手里的牌比想得多，回去禀报，这条路走不通了。这个拿着，出去后找人把这张字条送出去，不许让任何人知道。夫人放心。这是母亲的字迹，想要求援外人，是为在一位形迹可疑的仆从身上搜到的，现已将人单独关押，不要惊动他们，我自有计较。府中新添防护，不得放松任何一丝一毫。小姐，听说外头最近又有风声传来，说沈府内有人窥探商铺，乃至外头势力隐隐有异动。他将我禁足于此，没想到这外面也不太平了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把这趟水搅得更浑一点。扫了半日，这廊角还有灰，眼睛是摆着看的。奴婢这就重新扫。重新扫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当初谁住在这里？这院子里的规矩是谁定的？是大小姐。
大小姐亲自来了，倒是稀奇。砸的是你的东西，这院子我住了这么久，你住过，不代表是你的。明珠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要不要我替你说出来？你觉得眼下这局面不是终点？你觉得还有人肯用你，还有机会翻身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这院子里闹事，不过是想让我多看你几眼，让外头知道你还活着，证明你还有用。你知道什么？我被带进这府里，从来没有一天是真的安稳的。夫人用我，你防我，人人都当我是棋子。我没有家，没有依靠，什么都没有。说完了，你说自己是棋子，可你每一步都是自己走。再砸一件东西，让他把今日所有损失照价赔上，从份例里扣。小姐，今日大小姐的话，您打算就这么算了？算了。袁家那边前阵子递过话来，小姐的意思是，我在这府里还有几张牌，不是不能用。禀告大小姐，一名下人从明珠小姐房间向沈府方向去了，形迹可疑，要不要？不用，让他去。大小姐打算将计就计，他们要里应外合，那就让他们以为一切顺利，鱼进了网，再拉绳子才稳。沈家内部有人愿意配合，这倒是意外。明珠这人靠不靠得住？靠不靠得住是一回事，有没有用是一回事。带回去，让他照这上面说的，3天后子时里头动静一有，外头去接应。3天后，所有人3天内归位，不得有缺。各处布防如何安排？表面一切照常，不许有任何人透露风声。3天后子时，他们进来多少人，我要他们一个都出不去。小姐，此事若是出了岔子，不会出岔子。沈明月以为把我关在这里就万事大吉，他不知道我还有牌可以出。3天后就见分晓。袁家一行人已翻入后院，明珠的仆人在内院接应，明珠本人已离开寓所，往库房方向去了。等他们到库房门口再动。什么都没有。来得挺准时。袁家的人深夜翻墙入府，所谓何事？要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清楚？明珠与袁家往来的信件，约定时间地点的字条，一份都不少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故意的。对，是袁家行事不端，今日之事，袁家认。认就够了。袁家公开致歉，即日撤走，往后不再插手沈家事务。送客，你要怎么处置我？按族规，将明珠以及仆从一并关押。是。禀大小姐，沈氏宗族长老递了帖子，说近日要入府议事，请大小姐定个时日。宗族长老这时候上门，只怕是来者不善。没事，让他们来吧。禀大小姐，宗族长老一行已到府门外，来势汹汹，大长老亲自领头。请进来，正厅待客。是。人多才有意思。沈家如今这般局面，府中主事之人接连出事，族中诸老放心不下，特来探望，顺带议一议往后的章程。诸位族老亲自登门，明月受宠若惊。只是不知诸位所说的章程是哪方面的章程？还能是哪方面？家主失势，夫人被关押，府中大权落在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手里，这像什么话？族老说家主失势，我想请教家主是如何失势的？族老可知晓详情？不管如何，家主是族中认定的当家之人，岂是你一个小辈说关就关的？哑奴，把东西拿来。这是父亲这些年经手的账目，其中几笔亏空是他私下挪用填补私债。账目在此，白纸黑字。这些不过是一面之词，如何证明出处可信？族老若有疑虑，可以自行核查。沈家账目皆在此处，是假是真，一查便知。无论如何，家中男丁尚在，家主之位不可悬迟。老夫的意思是先收回你手中的掌家之权，由族中暂代看管，待理清家务，再做定论。大长老说的收回，
是哪一位来接？家主治理失当，导致家产亏空。作为嫡女，我本应担起此任。再说，自从我接手家中产业，各行各业皆稳步回升，逐渐补及亏空。家主向来是有能力者居之。各位族老，可有异议？证据俱全，再争下去，不过是让外人看笑话。既如此，暂由沈家大小姐代管族中事务，设半年考察期，到期再议。继承族中所托，明月自当尽责。诸位放心，这几年族中公产的进出记录，逐条给我过一遍，凡是对不上的，全部单独列出来。大小姐，有些账目年头久了，或许是记录有错。是记录有错，还是有人有意为之？查清楚再说。半年考察期，不过是给他喘息的时间。大长老的意思是去联络旧友，这半年里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多久。共查出3名管事存在问题，涉及公产挪用、虚报账目、截留宗金3类，时间跨度最长的有6年。这些人与谁走得近？都是大长老门下的人。把人叫来，账目在这里，各位自己看，有没有要解释的？大小姐，这些账目有些年头了，或许是前任记录有错，与属下无关。前任的账盖着你的印，你来解释。大小姐，当年一时糊涂，属下知错，愿意如数归还。归还是应当的，但归还不等于没有过。按族规处置，该革职的革职，该追缴的追缴，一个都不许少。查账过程中发现一条异样记录，涉事管事多年前有一笔对外支出，另一方是城外一名隐士，金额不大，但时间节点与当年封印之时颇为接近。查，把这条线单独理出来，不要混在账目里，悄悄查，不要惊动旁人。那位隐士是一名常年隐居的能人，大长老10余年前便与此人有往来。10余年前，把这条线悄悄追查下去，切记不要惊动任何人。是。当地猎户说，山中确有一名隐士，约莫50上下，深居简出，平日鲜少下山，但偶尔有人上山求访。知道了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。是。你今日气息又弱了血胆。隐士现居城郊一处别院，距城约10里，院落隐于山甲林间，平日少有人至。明日备车，我亲自去。请问找谁？听闻先生擅长调养之术，特来求访。进来。姑娘有何不适？不是身体的事。那是何事？想问先生一件旧事。约数年前，先生曾在沈府做过一件事，我想知道当年的经过。老朽行走多年，遇到的人多了，记性不好，记不大清了。先生记性不好，那当年收下的那笔银子，想必也记不清了。姑娘此番来，究竟想问什么？当年干预之术，能不能解？有些事不是老朽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先生既然记不清，那我改日再来。可有动静？禀小姐，在您进去后，便有2人暗中在院子周围徘徊观察，已经安排人手，随时可以动手。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。动静小些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切记抓活的。该死，人怎么不见了？不对劲，只怕是中计了。大胆，竟敢私绑良民！我劝你们速速放了我，否则……良民在城郊别院外鬼鬼祟祟尾随，腰间还藏着淬毒短刀。你倒说说，哪家良民是这副作态？大长老府的腰牌，我没认错吧？府上所有人名落在册，要不要我把你名字念出来？我说是大长老派我们来的。派你们来做什么？负责盯紧城郊别院，但凡有人拜访的隐士，就暗中尾随查清身份。若是隐士敢走漏当年的事儿，就地灭口。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求小姐饶命。大长老倒是一点也不意外。走，去见见当事人。你来做什么？我问你，当年封存我的魂室之事，对外宣称是寻访当朝国师，实际上
背后做主的人是大长老，对不对？你忌惮我的锋芒，母亲贪慕权位，可你们二人根本没本事寻到那样的隐士高人，是大长老在背后牵线、出钱、出主意，你们不过是他推到台前的棋子。是他。当年我挪用族众公产填补私债，被他拿住了把柄，一步步被他牵着走。什么国师，什么高人，全是他放出去的幌子。他说只要封印了你，沈家大权就握在我手里。可实际上，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他手里的一枚棋子。沈家的产业、族中的权力，他早就想攥在自己手里了。好，很好，布了这么久的局，倒是好耐心。传令下去，加派人手，盯紧大长老府中所有动静，宗族残余势力盯紧。大长老那边的一举一动随时来报，评议会之前不许出任何纰漏。属下明白，已安排人日夜轮守，派人暗中核查大长老名下所有田产商铺，找出他挪用族产的实证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小姐，城郊方向送来一封邀约，约您3天后午时仍在城郊别院单独会面。看来他终于想通，想说真话了。先生约我前来，有话不妨直说。当年之事，大长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，你我都清楚。当年是大长老携重金登门，拿我家人性命要挟，逼老朽出手干预。老朽被逼无奈，才入了神府，对外谎称国师，掩人耳目。当年你说干预之术不可逆，那如今有没有办法让沉睡的魂石苏醒？双魂共生本就有违常理，强行干预后，沉睡的魂石会日渐衰弱，寻常之法皆无法强行唤醒。真的，半点办法都没有吗？也并非全无可能。宿身体性命垂危，或是遭受极致的情绪刺激时，沉睡的魂石会因共生本能求生欲念，有几率短暂苏醒。性命垂危，极致刺激，姑娘切不可刻意冒险。多谢先生告知。大长老那边，先生打算如何？老朽隐居多年，只求家人平安。大长老若再来，老朽会闭门不见。姑娘与他的恩怨，老朽不再插手。这半年贪腐漏洞已清查完毕，大长老名下经手的公产账目也已查清，各处账目重新梳理，收益已比往年提升了2成。整理成册，明日当众呈上。是。这半年族中账目已全数清查完毕，今日将大长老名下经手的公产账目与隐士往来的密信，10余年前构陷沈家嫡支、操控家主的相关证据当众呈上，请诸位族老过目。这是诬陷！老夫一生为族中奔走，岂容这般污蔑？这账目上盖的都是大长老的印章，这些信中的字迹也与大长老的字迹一般无二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夫谋划了这么多年，大长老因构陷同族、侵吞公产、把持宗族数罪并罚，按族规即刻免除族老之位，收缴所有财产。主谋已定罪，台前之人也该按族规论处。沈父作为家主，失德渎职，挪用族产，纵容内宅，构陷嫡女。沈母主理内宅，心术不正，窜通外人，酿成命案。2人罪责，卷宗之上记录详细，诸位族老可核验？家主失德，主母不仁，证据确凿，按族规处置即可，理应如此。主母沈氏篡夺内宅长家之权，送入祠堂，忏悔己过，无宗族公令，不得出户。家主沈氏罢免家主之位，禁足于宗族禁私院，闭门思过，终生不得接触府中事务与族人公产。是。大长老残余党组见势不妙，已分头散去，恐有并动。散了不代表了事，加派人手，严守府门与内院。近几日夜里，有不明身份的人从不同位置试图进入府中，均被侍卫拦下。对方手脚很快，未能留下，像是在试探府中防线。试探了几日，说明他们还没定下最后的打法。今日巡查时，在东院库房外围发现囤积的引火之物，数量不少，藏在废弃柴房里，像是提前备下的。引火之物，看来他们是打算放火。是否立刻搜手清晓？先不动，清空转移库房内的资产，暗中布防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刻动手。是。对方已经强弩之末，此番只怕是要拼尽最后一口气了。困兽犹斗，
越是走投无路，越危险。神府守备森严，无法从正面突破，只有火烧了库房，烧了那些账册，才不会顺着大长老插到我们头上。定在3天后深夜分头行动，我去引开守卫，你去点火。烧吧，再烧得大一些，把一切都烧干净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库房失火，放火之人已经抓住，还有其同伙引开守卫也已经被擒拿。库房火势不大，已经得到控制，不久就能熄灭。好，走，去看看。这风，大小姐，不好！库房火势本来已经得到控制，可刚刚一阵大风，火势又起，已经蔓延到明月阁了。什么？明月阁，明月阁，唯独明月阁不行，那里曾是明月住的地方，有他的物件。大小姐，火势正大，不能进去。明月，你这些年穿的是素色，我以为是你的喜好，后来我想了很久，你是在给我守孝。你守了多少年？一个人守着那些空荡荡的院子，守着我留下的烂摊子，受了那么多苦，从来不让我知道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姐姐，姐姐，明月，明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大小姐呢？大小姐冲进火海中去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你在哪儿？大小姐，你说你往着火场里跑干嘛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，这怎么也不像是没事的样子吧？怕不是被烟熏着了？这下你放心了。增加人手，尽快灭火。走，去见见这些放火的人。大长老倒台之后，你们仍不死心，想火烧库房，毁掉证据，不仅对神府造成严重财产损失，还祸及无辜，罪加一等。明日一早即刻送往官府。是。总算了结了，大火已经扑灭，财产损失正在清点，院落修缮已在安排，不日便可恢复原状。今晚能睡个好觉了。大火损失已清点完毕，各处铺面已恢复运转，粮路也重新疏通，城中市价平稳。知道了，照常打理。今日府中一切安好，大小姐可以歇着了。是啊，难得。